大家好，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。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日本有关于加班的事情，也就是屏幕里显示的这个36协定。36协定的意思呢，我就不用日本官方的意思来解释了，我就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意思来解释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日本的加班规则，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或者所有公司都一定会按照这个来，只是按照这个的行业和公司是越来越多，以后都会普及，除了一些特殊行业以外。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有关于36协定的具体内容。首先，我们所了解的正常工作时间是一天8小时，一周40小时，这个是基本上是通用的。然后呢，36协定里面规定是月加班时间是不得超过45个小时，一年是不能超过360个小时。平均下来的话呢，就是每天可以加班2小时，也是最多。如果你加班超过2个小时的话，也是会受到一些比较麻烦的一些处罚。然后特殊情况的话呢，就是有一些特殊行业是年加班可以拓展到720个小时，这些行业呢一般是那种比较繁忙的行业，而且人手严重不足的那些行业。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最近一直在扩招外国人的原因，因为人手实在不够。然后呢，有一些行业的月加班可以超过45个小时，但是呢，平均加班时间不能超过80个小时，最高的单月不能超过100个小时，而且允许超过45个小时的个月份呢，每一年只有6个月，也就是它最多只有半年可以超过45个小时，其余时间都只能在45个小时以下，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单个月最高不能超过100个小时，然后是平均是不能超过80个小时，这么来计算的。基本上呢，正常的行业都是有签署这一个36协定的，但是也有一些特殊行业，比如说属于这个行业里的，但是有一些店铺呢，他们是并没有包括在里面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人手比较短缺，然后或者说是那个本身店铺的一些工作性质啊，这些都是有的。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自己所知道的一些行业吧。首先呢，第一个是便利店。便利店呢，这几年怎么样我不太清楚，因为这几年我没有在便利店工作。但是呢，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在便利店工作过，那个时候我所工作的便利店是非常缺人的。缺人到什么程度呢？正社员只有店长一个，然后其他人全部都是而且兼职的人也不固定。虽然说平常固定的是有3个人在固定，但是有一个人的话，他是偶尔来上班，并不是经常来上的。再加上除了我以外的另外3个人呢，他们都是日本的本土人，这也就导致呢，在很多日本的公共假期，尤其是过年的时候，他们会处于一个集中休息的状态。一旦出现这种集中休假的情况的话，店长就需要自己一个人代理整个店的所有工作，而且有可能最长的时候是要连续代替好几天。加上便利店是24小时工作的，也就是说店长要在几乎没什么睡觉的情况下要连续工作好几天，这个是非常的痛苦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不招人呢？招人是可以招，但是招不到，这是最大的原因。因为人手太不足了，想要日语能力合格，还要能够足够胜任店内的一些工作，又愿意来这个行业的人是非常少的。在我的印象里呢，店长工作最长的时间，我在的那段时间是最长的时候是3天。因为我那几天有课，我没办法去代课，所以店长就自己一个人工作了3天。他睡觉的时间呢，就只有凌晨的，也就是大概是12点以后到第二天早上凌晨5点钟之前，可以勉强的睡一下，但是偶尔也会有客人进来买东西，所以并不是睡得很安心。在后面我辞职以后，店长也辞职了，因为没有人帮他代班，去的外国人又很少，这也就导致了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后面就辞职了。这就是我所知的便利店的一个情况。但是呢，这个并不代表所有便利店都是如此，偶尔有些店铺是确实非常非常的缺人，但是又招不到人。这就是日本为什么扩招外国人的原因之一。第二个呢是餐饮店。餐饮店的服务员还是算好的，因为服务员的准备是比较少的，但是呢，厨师的准备是非常多的。他们从一早上开始就要开始准备，一直准备到晚上，和服务员几乎相同的时间下班。然后这个时间如果按照正常的上班时间来算的话呢，
正社员的厨师们大概是要多工作接近2到3个小时左右，这是最少的。这种还得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店铺。如果说是一些那种自己营业的，你可能工作时间可能会更长。当然，有一些店铺只营业，比如说早上我只营业晚上的话，那种店铺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。我以前所工作的店铺呢，服务员是最早10点半左右到就可以了，因为11点钟开门嘛，再早也就10点钟左右就到就可以了，并不需要特别的早。但是呢，厨师他们要准备各种各样的一些调料啊，以及特殊的一些店内的一些特殊用的一些东西，他们就需要很早。有一些最早到的时候，他们需要8点半左右就要到，甚至9点钟就要到，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的，也就是11点钟左右的也是有的。在人手比较充足，而且不发生什么特殊情况的话，他们是可以早到了，可以早下班这种状态。然后呢，在我的记忆里面，最忙的还是店长，因为店长他不只是要负责和一般厨师的炒菜，他还要负责一些，比如说像店内一些订购的一些商品啊，以及店内的最后的一些精算，基本上是走的最晚的一个人。我所待的店铺呢，总共有好几家这种中华料理店，然后2家店铺呢之间有不同的话呢，就是我待过的其中一家店铺，它是由服务员担任店长的，这个呢就导致厨师可以提早下班，因为他们不需要处理后续的一些事情。但是呢，店长也还是最后走的呀。那我刚刚说的这家呢，是店长是厨师，所以说他既要做厨师，又要负责最后店内的一些收拾，还有一些计算啊什么的。可以说是在日本最忙的永远是店长。这个一般店铺的，这里呢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说，我说的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店，日本人的店肯定不一样。这里呢，我想说的是，即便是日本人的店，可能也和中国人的店是差不多，因为餐饮店的性质决定了这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除非你是像麦当劳，或者是像那种吉野屋那种，他们是自己统一标准、统一姿势的那种菜，不然的话，一般的料理店想要争取到自己长期的客人，靠的是自己店内的一些特殊的料理，或者说是材料，又或者配料。这个比较现实的呢，就比如说我在的另外一家烤肉店，那一家烤肉店是纯粹的日本人经营的，然后他的所有支店也都是日本人，而且他的开店时间只有晚上6点钟以后，然后11点钟之前，他只在这段时间开店。但是他的烤肉串全部是自己自制的，都是新鲜的那些肉拿来做成的烤肉串。做烤肉串的时间是什么呢？本店也就是总店那边开店之前，也就是下午6点钟之前，要把所有分店包括总店的烤肉串全部做好，然后再分发到各个分店去。而制作和分发这些烤肉串的，基本上是各个分店的店长或者是正社员一起去做的。而一般的兼职的人，也就像我们这些做兼职的，只需要晚上6点钟以后去上班，或者说6点钟之前去上班，因为它是有分时间段的嘛。所以这里大家可以感觉得到，在日本餐饮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。然后第3个呢是动画公司，我所了解的动画公司呢，经常有人和我抱怨加班非常多，尤其是在繁忙时间，有些时候他们甚至连家都回不了，也就是宿舍都回不去，只能在加班的地方，也是上班的地方进行睡觉。这个事情是非常多的。以上呢就是我所比较熟悉的这3个行业的情况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。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协议外对象，因为这个协议主要是针对一般工作的人群，一些特殊行业和特殊行业以外的，或者是不满足年龄的人是不被这个协议所针对的，也就是说他们是属于另外的协议对象，而并不是这个36协定的协议对象。比如第1个是未满18岁的年少者，他们的规定就是1天不能超过8个小时，1周40个小时，这个是针对日本本土人的，也就是并不是留学生，因为留学生1个星期最多只能是28个小时，所以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。然后是这里的未年长者呢，其中是包括比如说像这里那个不允许深夜劳动和休息日不允许劳动，这个是留学生的话也是包括在里面的。也就是你不满18岁的话，你是做不了这些活的。
当然，最开始的一天工作不能超过8个小时，也是包含在里面的。第二个呢是育儿介护行业内的劳动者，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协议。然后第三个呢是孕妇，第四个呢是负责监督职位管理的人。第四个呢理解就比较好理解，就是管理阶层的人。然后暂时还没有适用的一些行业呢，比如说像建设行业、汽车驾驶员、医生、新技术和新商品开发部门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。这类的一些行业，大家估计在最近的一些新闻也看到过了，比如说像建设行业的汽车驾驶员，这些都在扩招外国人，就是因为人手不够的原因。然后呢是协议内对象，但是却又没有实行36协定，或者说是仅仅是刚好满足36协定一些内容的一些行业或者店铺的话，就参考我刚刚所讲的那些餐饮行业，是真的缺人到这种程度是没办法的那种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，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。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。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要和其他润友一起交流，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，谢谢大家。